看来还真是急事儿，走起来都比平常利落些呢。那不如咱也走着？嗨，不是啥严肃的事儿啦。咱刚才听琥珀街那边似乎总有动静，说不准有什么新鲜事儿等着咱们呢。就算没有，真要说起来，咱还没带你们在琥珀街好好逛逛呢。我听说你的那个什么作业，好像也和这边的风土人情有点关系。咱说的是一个事儿吧？是啊，好像是差不多。可是，也对，之前的那些经历，的确只是我自己的梦而已。不过陈学姐，你们都让我留在这里，究竟是打算，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或许我可以考虑直接和宗雀敞开谈谈。不对，这种思想工作贸然展开好像也于事无补。许梦哲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？没有，其实我也正好想多了解些这里的事，不如就先去看看大名鼎鼎的廊丘石了。还真识货呢。成，今儿个咱就带你一个不落的瞧上一遍。等会儿，咱之前提过廊丘石了吗？这琥珀街得有多少年没见过这种阵仗了？不对，从廊丘被分出来开始，琥珀街根本就没有过这种阵仗吧？那是，比起梦里，他的动作倒是快了很多。看来，对于廊丘的居民来说，七树全部醒来，的确是个值得庆祝的大事。可咱也就告诉过一个人呢，怎么会传的？合着是有人想邀功啊！哼，肚子里的算盘声都打到大街上来了。要过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吗？嗨，看破倒也未必说破。虽然对其他树来说，他这算是马屁拍到了马腿上，可对咱来讲，却偏偏歪打正着呢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就说过，咱可是相当喜欢烟火气呢。反正也正准备带你逛逛，这样倒还更热闹些。不过呀，虽说来不及换衣裳了，但咱还是尽量别给人认出来。尤其是那家伙，估计只是打个照面，他就不知道要整出多大的动静来。可是你们乡里乡亲的，这应该很难吧？这你可说对了，就是因为难，所以咱才要试试。嘿嘿，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。咱小的时候总想成为名人，毕竟只要在江湖上出了名儿，那走街串巷威风得很，赚钱又快。但后来真的有名了之后，却又发现自己还是喜欢热闹些的地方。我是说，不是那种人人都围着你打转的热闹。这也算是咱的心得。你看，许梦哲，路上的这些人，你是不是全都认不出来？的确，这就对喽。人间烟火味，最抚凡人心。这种好地方呀，非得这样才能享受到呢。有时候不就是这样吗？得了显赫声名，就别想着人间烟火喽。这么说来，我是不是应该帮你打点掩护，给你整个面具什么的？嗨，那也忒不自然了些。你放心，咱过去行走江湖，多少还是学过点藏身窍门，只要不顶在人前，他们倒也没那么容易注意到我究竟是谁。
真好呀。这年头了，还有人玩这种把戏啊？可惜咱现在手生得很，放在以前可得给他们露一手。哦，不对，那岂不是暴露了？怪了。平日里他家生意也没好成这样吧？雇人来假装排队了不成？哦，逛逛街吧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！寻梦者，快来这边，咱陪你挑点好东西。哎呀，咱也太不讲究了，一不留神自己先偷偷逛上了。明明得先招待下你这位客人才是。来，挑挑有什么喜欢的小玩意儿。反正也来了一趟廊丘不是，总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，可千万别见外哦。寻梦者，当真不要紧吧？自从做完那个梦，你看着总是魂不守舍的。抱歉，毕竟亲眼目睹了整个廊丘的毁灭，可能现在还是有些后怕吧。虽说比起梦境里，我们至少能更用心地陪着他，尽可能让他没有遗憾，但这又能有多少意义呢？从目前的情况来说，我既没有能力干涉廊丘的命运，也没有资格将任何人放在天平上称量，但若要让我只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不知道陈学姐他们能不能做到些什么。说起来，之前一直在应付各种突发状况，仔细想想，对我来说，廊丘仍然算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乡吧。怎么说呢，这么热闹的景象，还真是有些眼花缭乱了。嗨，这不是还有咱吗？想要点什么，咱可是难得大方，千万别见外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还在想师傅的那句话？就是我们有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大概是吧。就算你说要陪我挑点东西，我好像一时也难以决定究竟选什么好。这倒也是。虽说也能你喜欢多少咱就买多少，但怎么说也有可能是临别礼物，多了反倒没什么意思。那要是在这个摊儿拿不定主意，你想先去哪边研究研究？要不还是松雀你来拿主意吧，去见识下那些你喜欢的地方，好像反倒是更好的旅行攻略。这哪成啊，哪有让客人陪着自己的道理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不用见外。至于我自己的想法，也可以等希娜他们回来以后再说，说不定那时我就想好了呢。
这倒是也成。嘿，那就先这么着啦。趁师傅现在还没回来，咱们多瞧瞧转转。他应该没那么快，咱们怎么着也能把眼前的热闹凑完才是。让咱琢磨琢磨，接下来该上哪儿呢？人生无非就是吃喝玩乐，那咱们就一样样来吧。哎呦，仔细想想，咱这说的还真没志气呀。果然是老明记的有果子嘛，在口味方面也实在是很专一啊。托尼格尔，喂，你们两个后边去，别插我队。还真没想到啊。吃个点心而已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可是，难不成就在这儿？不然呢？这说些没用的。是希娜他们。抱歉，我得先去找个地方接一下通讯，这边实在太吵了一些。通讯？哦，欧夏那边的。对。好呀，咱还正准备让你先去随便走走，咱自己在这儿排着就成。倒也不用了，我很快就回来，陪陪你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嗨，你搁这儿客气什么？忙你的。好。哎，徐梦者，再会啦。再会。结果还是没有人愿意答应。悉数全部苏醒，对他们来说还真是件大事。克拉丽，会不会虽然相对而言损失更小，但事实上，对于把这里视为故乡的人而言，存人失地也不是什么能被轻易接受的方案。没办法，毕竟考虑到恐惧在这里的特殊性，我们也只能用捕风捉影的传闻去和他们交涉，而不能直接。徐梦者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也正准备这么问，该怎么说呢？看起来，的确和梦里的情况没什么区别。哦，你是在陪着松雀四处逛，这会儿偷跑出来了吗？我们也没想到，廊丘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到这里来了。所以，你们是来这里招人的？不过如你所见，还没有任何进展。另外，根据陈学姐的说法，即使迁移居民的做法真的可行，数据研究所也无法操之过急，必须考虑到这件事对欧夏市民生态的影响。毕竟如何确保欧夏在影的惊涛骇浪中幸存，如何确保影的全能在今后不会继续向欧夏渗透，也都是一时拿不出完整解决方案的课题。而且，虽说廊丘的居民人数不算太多，但要想在欧夏腾出一个供他们生活的小区，不，哪怕只是体育场，那也绝非易事。确实，这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。不过，只是从个人角度而言，如果过去没有七树，不，如果没有廊丘的大家做出的贡献，如今的欧夏恐怕根本就无法存在。无论怎样打倒他们，恶魔在不同的时代都会以不同的形态重新出现。在我们眼前，只有缥缈不定的未来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尤英老师过去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，听上去他那时候可能正在拖延某项工作。这个应该不是重点吧？确实，我们不要把话题扯开太远。徐梦者，我们刚才也和陈学姐讨论过，松雀他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会牺牲自我的人。可既然你会梦到那样的未来，廊丘的真相
就一定还有我们未曾查明的部分。你是说，真正的他，或许和我们既有的认知完全不同？也可能是某种难言之隐。而且，即便树都是超越常识之人，为什么杀死一个人能够拯救世界？这一点本身仍然很奇怪。总之，无论在电车难题里你站在哪一种立场，你也不可能救得了自愿去死的人。所以趁着还有时间，试着问出些什么吧。我们这边还是会一起尝试其他办法，但无论我们的方案完善到什么程度，关键还是他自己是否想活下来。那如果我改变不了，甚至探寻不到他的想法呢？无论如何，他也是期满之数啊。那就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和他道别吧。克拉丽，对了，试着问出些什么，也许不是为了让你干涉他的决定，而是你自己将来要怎么做出决定。毕竟，算了，没必要解释的那么具体。哎，克拉丽，你怎么总是在临门一脚的时候突然难为情呀？总之，询问者，先按照你自己的处世之道陪在他身边吧。就算，哎呀，呸，不说那种话。总之，还是尽量不要离开他了。虽然只是一种没有证据的直觉，不过我总觉得，无论他抱有什么样的决心，在那一刻真的到来的时候，他还是会很害怕吧。我明白了，那我们之后再见。希望那个时候，我们都能给彼此带来些好消息。借你吉言。倒也是，你们原本就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嘛。嗨，咱也真是糊涂了，怎么也不可能会是你嘛。拜拜啦，多尼格尔。多尼格尔这就要走了吗？嗨，有时候他也和咱差不多，想一处是一处嘛。而且除了利托斯特树之外，他偶尔对其他事也很口是心非呢。哎，好啦，不说这个。嘿嘿，快尝尝看。啊！谢谢。其实，我也很喜欢这种油酥酥的点心呢。不是吧？还真瞧不出来。虽说改良了不少，但怎么说也是老字号，又是油又是糖的，不怎么招年轻人喜欢啦。哼，咱自己试过苦日子的时候，吃不太到油多糖多的东西，所以才养成了这个胃口。哎，别看咱刚才那样，心里可怕你会嫌弃来着。可不是故意带你来难吃的地方啊，怎么说也是廊丘的特色，吃不惯咱就带你换一家。不用客气，我很喜欢。不过松雀，说起这个，一直以来我都很好奇，你似乎总是很怀念过去的生活，而且看起来那些日子似乎都和树没有什么关联。也许这只是我的误会吧。松雀，难道说你并不是自己想要成为树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会因此想起一些故事里常常会出现的人物，想有着地位与财富，到头来却更想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得，咱才不会呢。后来的好坏姑且不论，但在100年前的那会儿，这树的头衔能让你又吃喝不愁，又名扬四海。真要有的选，你说谁不想成为一位树啊？是咱烟火气提的太多，引你误会了吧？不过这也不矛盾哦。看别人过寻常日子，咱当然喜欢得很。但要是能成为名人，成为富人，谁还不想让日子越过越好呢？你不想吗？可现在看来，成为树也并不是一件只有好处的事情，对吧？除了星之环所带来的限制，树的身份也意味着相当大的责任。
这么说来，我还不知道星之环给你的限制是什么呢。既然白吉先生说，那当然，世界上哪有光是好处的事儿啊？就像你刚才问的那个，无法自己主动使用术的力量，这就是星之环给我的限制，所以才叫欺瞒嘛。不过既然说到了这个，你仔细想想，要是今天咱还是个普通人，恐怕早就老死病死了吧。哎呦，好像也说不好，万一咱也学了斯卡德书的一些本事，你这会儿大概也能见着个满脸褶子的松雀吧。那还真就成了松雀奶奶呢。反正咱早就想明白了，从很多年前起，咱每多活一天，那其实都是赚来的。做些树该做的事儿，吃些身为树的哑巴亏，那也就算不得什么啦。好啦，再聊这个也没啥意思，吃饱喝足，咱们再去别的地儿看看。反正点心什么时候都吃得上，但有些好玩的，还得就趁这时候才有呢。各位，距离午夜的烟火也就不到半个时辰了。哦，今天竟然还有正经的烟火吗？不到半个时辰，想必是比师傅回来要早了。诶，那边是什么？怎么这么热闹呀？嗨，咱当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呢？不过嘛，嘿嘿，来都来了。老板，麻烦您把那边的……哎，等等，徐梦者，你要不要也来看一眼？我就当是个小游戏，猜猜咱看中了哪一个？猜中了咱就忍痛割爱，送给你。等等，瑟利姆，你的品味还是算了吧，小瘸子。以我的了解，那可是真的不怎么样呢。原来这么快呀，咱还以为先来的会是灯姐呢。徐梦者，能让咱和瑟利姆小姐单独待一会儿吗？求求你了嘛！那个，怎么说呢？咱担心等下不是那么好看。不好看是什么意思？据我观察，虽然原理不明，
有可能只是自暴自弃的妄想，但所谓异类之疑，至少需要由树将影之脉络悉数汇入松雀体内。好啦，用不着躲躲闪闪，很快就会结束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，小雀子，先把白吉的什么计划丢到一边去。你究竟想活，还是想死？这不是也没其他法子吗？我说了，我问的是想不想，不是该不该。那还是就这样死掉好一些吧。松雀，你真没意思。瑟利姆，没什么好问的，我只是今天兴致还算不错，破例想让自己的宠物自己去做决定。既然他非得这样，那我也无所谓，反正白吉会做出他的判断。那我要是选另一个呢？那就没人能强迫我的宠物做他不想做的事。你应该也明白吧，我早就说过，只要成为我的下仆，除非我自己不复存在，就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他们。就算代价是整个狼丘，我也不在乎。不过既然你自己决定好了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无所谓。哼，区宠物而已，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啊，对了，那个梦倒的确是真的，是瑟拉佩姆带我来到这儿的。你们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享乐的道途的确迎来了终点，但那又如何？即便已是残疾之身，犹如一个渐冻症的患者，唯有通过结合的力量才能行走世间。我仍旧可以支配一切。当然，说这个可不是想让你们怜悯，只不过觉得你们自欺欺人的样子未免太可笑了一些。小雀子，如果你想后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没听见吗？我说，你想让我们救你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松雀，你难道真的要？瑟利姆大人，怎么了？以防万一，最后再这么叫你一次。总之，谢谢啦。愚不可及。哎呀，真是抱歉啊，寻梦者，咱本来还打算装作不知道你知道呢。咱这欺瞒之术，结果是什么都没能瞒住。啊，可别误会了，咱倒也不是诚心这样。要是什么事儿都说出来，刚才怎么开开心心到处逛呀，是吧？再说，你们背着咱商量那么长时间，还隔一会儿就看咱一眼，谁又能忍住不偷听两句呢？可惜，我好像还是弄错了。异类之疑，我们根本不需要等待，它此时此刻就正在进行。你也的确和那场梦里一样，跟你师父达成了默契。而现在我们正经历的这一切，本身就是你给自己规划的最后一程，没错吧？
别特意说出来嘛，咱也是会害怕的。可既然如此，松雀，原本我不说出来，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干涉郎丘人的抉择，但我现在好像终于明白，克拉丽之前为什么那样说了。他们特意让我留在这里，希望我能陪你聊聊，并确认我自己的想法。也就是说，身为一个欧夏人，我是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对你放任不管？现在，克拉丽、赫利亚、希娜还有陈学姐，他们也还在寻找其他办法。所以，松雀，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愿意那样去做吗？我不觉得你是一个准备好去死的人。咱一个人换整个郎丘，怎么看都稳赚不赔嘛。你打算用刚才回答瑟利姆的方式，再回答我一遍吗？你要这么问我呀，我难道就没有一段英勇美好而又虚幻的过去，幸运的写在金叶片上？松雀，哎呀，也别这样嘛，说的就像咱已经小命不保了一样。100年前咱不是也没事儿吗？你应该在梦里知道了吧，咱那个星之环从一开始就只有让咱被其他树杀死这一个功能，算是能重置郎丘所有的影子，相当于同归于尽。总之这也不是咱决定不要自杀就能解决的事儿呀。哼，异类之疑的关键在于其他树的行动，反而与我这个祭品的选择没有太大关系。既然自己的生死要由别人来选，那咱就索性开开心心的玩一场。哼哼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也躲不过呀。虽然瑟利姆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但如果其他人也来到这里，哪能呢？就算是灯姐，也不至于完全不给他们面子，让咱连场烟火都看不上吧？嘿嘿，真要厚着脸皮说，咱兴许都大半截身子入土了，你就再陪咱一会儿呗，还像刚才一样，好吗？唉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倒也的确不必急于一时，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，现在还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。多谢啦！哎，快快，再耽误一会儿，可什么都赶不上啦。